魏婴迷迷糊糊地从被子里钻出脑袋，睡醒惺忪地看着对方：“你谁呀？”在短暂的失忆过后，魏婴整个人从床上蹦了起来，不小心磕到了脑袋，只听得咚的一声，魏婴呲着牙揉了揉额头：“阿爹。”魏长则看着如同被惊着的兔子的魏婴，将放在一旁的衣服放到床上：“阿婴，换上衣服，我在客栈门口等你。”魏婴如捣蒜般频频点头，赶忙进行洗漱。等魏婴拿着随便下楼时，发现自己父亲直直地站在门口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“哦，等我呢。”魏婴3步并作2步，蹦蹦跳跳地来了到魏长则身边：“阿爹。”魏长则看着魏婴清爽的笑容，从怀里掏出几个饼递过去：“早餐，今天我们回家。”魏婴点了点头，接过尚且温热的饼，直接上嘴啃了几口，齿间瞬间充满了煎饼的柔软，鼻尖嗅到的全是煎饼的香气。“阿爹，我们的家在哪？”“南陵。”魏长则看着一脸兴奋的少年，打趣道：“回之前，你得先把早上的剑给练了。”魏婴闻言跃跃欲试，暗想这是一个展现自己的好机会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早起的疲惫感一扫而空。魏婴跟着魏长则来到森林空旷的地方，魏婴将灵力注入随便，剑身开始泛起红光，在魏长则面前一招一式地练了起来，但是却听得魏长则一声太慢。魏婴咧嘴笑了笑，自然是慢的，晨间的练剑多注重姿势正确与否，但阿爹想要看快的，那就快剑来一下。在魏婴向前刺去时，魏长则的无双剑背轻轻敲在了魏婴的背上，魏长则也从魏婴身前移到了身侧。魏婴瞳孔猛地一缩，若非这人不是阿爹，自己怕是要受伤了。明明阿爹就在眼前，连他动身都没有看清，便已经中招了，太快了。继续。魏长则看着发呆的魏婴说道。接下来魏婴的练剑就是在不断的被拆招、被魏招中度过。魏婴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，脸颊红彤彤的，明明一直被压制着，甚至被虐，可双眼越发有神，随手被扔在地上。魏长则弯下腰，掏出手帕，轻轻擦了擦魏婴那满是汗的额头。魏婴顺从地抬起头，让魏长则更为方便，半睁着眼看着自家阿爹，眼里是止不住的满足。嘿嘿，练完剑还有阿爹的擦汗多好。魏长则捡起一旁的随便，塞进魏婴的手中。阿婴，记住剑不可离身。魏长则将手帕放回怀里，顺势坐在了地上问道：“阿婴，这一早上可有感想？”魏婴眨了眨眼，看着魏长则极为珍重地把手帕收了回去，眼睛滴溜转了一圈：“阿爹，那手帕是阿娘的吗？”魏长则颔首，沉默片刻，才想起魏婴此时并无藏色的任何记忆，也没有任何物件，遂说道：“阿婴，你且先把剑练好，过些日子我将你阿娘的月华剑取来。”“真的吗？”看着魏长则点了头，魏婴欢呼着从地上蹦了起来，小脸洋溢着幸福。魏长则看着如孩童般欢呼雀跃的少年，老父亲的成就感瞬间就出来了。魏长则此次晨间练剑，不过想看看阿婴对江氏剑法到底掌握多少，也好进一步把那江氏的影子去掉，让江氏剑法成为阿婴的垫脚石。对江家剑法的拆招也是瓦解阿婴对江氏剑法的依赖，只是不知道阿婴能否体验到这一层用意。凡事总得一步一步来，一口吃不成大胖子。魏长则轻轻捏了捏魏婴的脸颊：“阿婴，从今天起可要早起练剑了。”看着魏婴空长的热情，极亮晶晶的眼神，又补充道：“我陪你一起练。”魏婴感觉自己像是老天的宠，那个系统贴心的把阿爹送来了，阿爹给自己过生辰，以后还要教自己练剑，太幸福了。魏婴哪能不清楚魏长则的想法，一步步拆解江家的剑法，又为江家剑法难以接的招，不就是相当于教他另外一套剑法吗？不过魏长则不直接说出来，那魏婴也就慢慢改了。这或许是有父亲的底气。晨间的练习结束后，魏长则便带着魏婴回了南陵。一路上，魏婴如同放飞的鸟，看到什么就要和魏长则来分享，还把小时候自己珍藏的小秘密都告诉了魏长则。比如云梦有个瓜农的瓜被人偷了，自己就晚上偷摸着守在瓜田，结果那晚上小偷没来，自己睡了过去，被瓜农给敲醒了。因为回去的早，没人发现，也躲过了惩罚。
魏长泽听得魏婴的分享，其实挺开心的，因为那是自己没有参与的人生。只不过对于魏婴分享中的事情，可以看出对自己是不在乎，甚至可以说放得很低。魏长泽意见挺大的，见着魏婴讲在兴头上，也就没直接点出来。反正来日方长。魏婴的灵力并不支持他御剑行很长的路程，到最后魏婴就乖乖站到了无双剑上。魏长则说一句站稳，感受到衣服两侧被人抓住，便加速朝着南陵驶去。原本尚需1个时辰的路程，不消1刻钟便到了。魏婴从魏长泽身后探出脑袋，看着下方一块空荡荡的土地，从空中看上能看出房屋的痕迹。房子真的没了。魏婴又看了看天空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阿英，下来吧。回过神的魏婴一跃而下，说道：阿爹，我们重见吗？